起亂雲，小小金草，漫漫紅塵。人活世上争口气，一腔熱血几回平。看罢了古今多少事，英雄莫问出身，莫问出身。顶天立地男子汉，花开花落俏佳人。说尽了悲欢多少情，英雄自古无完人，无完人。哎呀，师傅啊，烤饼子呢？啊，这个饼子公外头多少钱一个呀？一个大钱2枚。是吗？哎，看来这粮食是富足了啊！哎，这位爷，宫里人是不是把山珍海味全都吃腻了，才想起吃我们这土烧饼啊？宫里头也没什么山珍海味。再说呢，你这个烧饼也不土，咱想吃啊还吃不着呢。什么？你连饼都吃不上？那你是干什么的呀？跟你们差不多。做饭的呀？吃饭的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别忘了开锅以后啊，多加辣子，多搁佐料啊。错不了。师傅，劳驾你把炭篓子帮我递过来。得嘞。哎呀，谢謝你啊！放下啊！那是給皇上吃的，這是給皇上吃的。你這麼貪吃，皇上要知道要你命的。哎呀，咱是跟他吃差不多。放下！你就放下！皇上，您怎么在这儿吃起来了？我正要给您端过去呢。不用，这儿就很好。皇上您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好。忠爸，味道怎么样啊？味道来了。那这尝这烧饼，尝那鸭血汤是鲜极了啊！哎呀，你们俩跪着干啥呀？起来，给娘娘盛碗鸭血汤。好啊，那我就来再碗尝尝。好。咱呢，正想着给中书省换个丞相，这事儿啊跟刘伯温商量过，他不干。刘伯温体弱多病，只怕他也干不了吧？他不干呐，还让咱给他一个恩典，让他回家养老去。哎呀，你瞧瞧，他还是跟咱不贴心呐。他不是跟你不貼心，他確實是身體不好。再說，他辛辛苦苦幹了這麼多年，也該歇歇了。我看啊，你就賞他這個恩典吧。那可不成，就算他不當宰相，也得給咱在督察院盯着。這個人呐，敬業敢於糾彈，而且啊，跟淮西那夥人不摻和，難得。他都快60了，跟着你到現在也算是鞠躬盡瘁。你就賞他個太平晚年吧。這叫什麼話？難道再活為官就沒有晚年了，就沒有太平了？也真是奇怪，你今天為什麼老替他說話？不瞞你說，5年以前我答應過他。你答應他什麼了？
那时候他正在病中，满腹都是归心。我跟他说，朝廷正需要人手，你再多干5年，5年之后，我替你向皇上求个恩典。崇八，是我从青田把他接来的，你就当赏我这个恩典啊！妹子，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！哎，到底是你做皇上还是咱做皇上啊？你怎么能背着我答应这种事情？我是有错，可我已经答应他了。不成！我告訴你，从今往後，不許你再干政，不管是你在家裡還是在外頭。還有啊，不准你在私底下和那些大臣們交往，否則的話，怎麼樣？我封了你的乾清宮。皇后娘娘。玉儿，娘娘，你把这烧饼给刘伯温送去吧。娘娘，就1塊，還是烤糊了的。我收了他的桃，應該還禮的。是。劉大人，皇后娘娘送您1盒餅子，是剛烤出來的。謝皇后娘娘。還有，娘娘說，對不住劉大人，禮薄了。不管薄厚，都是皇后娘娘的恩典。玉兒告退。父親，皇后她這是什麼意思啊？貴陽的事兒烤糊了，我們再也回不了青田了。這是2則彈劾的奏折。彈劾誰啊？戶部尚書呂昶。咱想了想，還是把這事兒當着眾臣的面公開了的好。這樣呢，是非曲直自有公斷。好了，該誰說話誰說話。臣太常寺卿洪绍祖彈劾戶部尚書呂昶。自呂昶兼任戶部以來，擅權枉法，貪沒錢糧。自洪武6年8月，朝廷重建太常寺，撥銀35000兩，戶部實罰3萬兩，還有5000兩不知下落。臣後來查明，這5000兩銀子被呂昶用於戶部大臣的私宅了，而核報時，這5000兩銀子仍然記在太常寺的賬面上。臣叩請皇上嚴查。自古以來，戶部大臣無不遭人懷疑，只是因為他一手把持着國庫，一手掌控着太倉，是為近水樓台。微臣也懇請皇上嚴查，不僅要查太常寺銀這一樁，要把微臣主持戶部這7年的所有賬目，統統進行清查。微臣相信，嚴查之下，必然查出一個至清至廉的尚書。如果不查，反倒埋沒了微臣的清廉吶。說得好。臣劉天一彈劾戶部尚書呂昶。前朝末年，呂昶實為園廷大臣，深受元帝寵信，曾賞賜他一方盤龍玉印以建春宮圖。那盤龍玉印上刻有心心相印4字，那件春宮圖更是不堪入目啊！為6女同侍一男，題為百鳥朝鳳。臣不
吕敞身为大明重臣，已經達9年了，為何還要密藏元帝玉印？他究竟和誰心心相印？臣更不解。吕敞口口聲聲至清至廉，為何卻將那副淫穢春宮視若珍寶暗中收藏？為何捨不得交出玉印，焚毀春宮？此二事，足見其人不忠不臣，不清不廉。臣屠杰弹劾户部尚书吕敞。臣属下在迁移夫子庙御一巷妓院时，发现吕敞与名妓李婉儿的唱和之作。本以为只是吕敞的一时风雅，不想举报他。可是，在李婉儿的香帕上，又发现了吕敞大公子的留情笔墨，愤慨万分。难道吕家父子2人竟和一个妓女同室同歡嗎？来呀，拿下！皇上，侍卫们把吕敞押赴大牢时，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无名状纸。您看，头状人舉報陽憲，欺瞞朝廷，以浙江稻米冒充貢米。吕敞供認，他原本要在今天參奏陽憲。還是陽憲的效率高啊，吕敞不是他的對手。臣接旨後，季帥幹員深入詳查，目前戶部的賬目已核實過半，沒有發現明顯錯漏。太常寺銀的事，是李相奉旨停撥的，並沒有用於戶部大臣的私宅，李相已答應為此事作證。這方玉石確實是元帝所贈，但它竟出自金石大師吳公瑾之手。吳公之作深受歷代文人雅士喜愛，呂敞捨不得交出，也情有可原。至於這副春宮，上面竟有唐代大詩人李太白的題跋，這可是世所罕見。不過，臣也難辨真假。還有，名妓李婉兒處的唱和之作，臣也查過了。御一巷多家妓院常有大臣光臨，而將帥們則去的更多，只是將帥們不留什麼唱和之詞罷了。依你看，該如何處置啊？臣以為，呂敞斷不至於眷念前緣，對大明不忠。但身為柱國大臣，畢竟有失檢點，因此臣建議奪去他的職銜，戴罪留任。你呢？臣以為，身為柱國大臣，應當光明磊落，自珍自愛。臣深為呂大人惋惜。就算他與前朝沒有什麼心心相印，但是留着這東西，也有點太貪小了吧？還有什麼春宮啊、妓院啊、李婉兒，這些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啊？醜死了！哪有個大臣的樣子？咱吶，早就想整治整治這些歪風邪氣了。呂敞之事，恰可警戒重臣。傳旨，將呂敞罷官奪職，
流放边关，永不录用。领旨。臣的罪名昭雪了吧？事情查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圣旨到，罢官夺职，刘喜御封台，您老就戍边去吧。啊，御封台在哪儿啊？不远不远，也就3000来里。啊，走！吕大人，吕大人，伯文祝你一路平安。吕大人，我冤呐！苍天在上，债必偿，冤必雪。放心吧，我都是快70的人了，我能熬到御封台吗？就算能到，我也活不下去。听着，无论有多少艰难痛苦，都要活下去。只要是活着，就有希望。谢谢。爽！快点！他。二虎，皇上，明白了，末将立刻就办。怎么过来的？哎，老夫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快起来，快走！求二位找个店歇歇脚吧。起来，快走，快点啊！哎，你们这样逼我，那是不打算把我活着送到边关了。快走，胡说！下山都有客栈了，快点！黑了，快走！快点走！起来！哎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对不住了，李大人，我们接到命令，要送你归天。混账！混账！到阴间去骂去吧，我们这是奉命办差。皇上早就料到你们这一手了。说，是谁下的命令？刑部主事胡大人。招了吗？什么都没说。拿酒来。是。酒来了。
胡大人，您硬了，在下佩服你。在下听说，您是刑部的第一干吏，凡是经您主审的刑犯，无一不招，无不认罪，是否？在下还听说，你发明的酷刑有火铁钻、麻衣果、铜针龙、老虎凳。这些个刑具一旦上刑，犯人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最多2道刑具，任是谁都必招无疑，是否？今天，在下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你把自个发明的这些个刑具全部品尝一遍。来呀！有。我招。我招。说，是谁指使你干的？杨相国。杨宪啊！臣奉旨见驾。皇上，沈常来了，来，快坐，喝杯热茶。谢皇上。哎，沈常啊，前2天太子到你府上探病，听说你还大大的夸奖了杨宪一顿。咱再问你一声，杨宪此人究竟如何呀？臣还是那句话，杨宪虽然年轻，但精明干练，勇于任事，当断则断，当驳则驳。放你奶奶的猪屎狗臭癞蛤蟆屁！杨宪栽赃陷害吕敞，甚至要置他于死地，知道为何吗？全是因为这个无名状纸。上尉，说。禀上尉，杨宪之恶毒，非常人所能及呀！他在中书省欺君擅权，穷凶极恶，都快成朝廷二皇上了。老夫恨不得食其肉，亲其皮呀！皇上，这么痛恨他，为何现在才说呀？皇上，臣也有委屈，有怨愤。皇上，您那么宠信杨宪，叫臣怎么敢说呢？还记得上尉刚把他调入中书省时，臣就提醒过您，可上尉驳斥了臣。臣觉得，要是再说什么话，臣就有恋战之嫌了。臣于是想，罢了。或许是臣看错了他，而上尉圣明洞察一切，臣就不操这个心。起来，起来吧。杨宪在扬州之时所做的事情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臣
臣并不知道什么。不过，胡文庸倒好像知道些内情，因为他外巡的时候，顺便访查过扬州。上尉不妨问问他看。去找胡文庸进宫。开门！大人，皇上口谕，召胡文庸进宫。禀大人，胡家老爷傍晚就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府。什么？胡大人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？没有回来啊！大人如果不相信，请进去出去搜一搜。我是胡文庸，都在吧？都在，胡大人。你们谁也不准下车，更不准被任何人看见。天一亮，我就带你们进宫。遵命。胡文庸，奉旨觐见。起来吧。说。给咱摊开了说。臣弹劾阳县滔天大罪4款：其一，至阳第2年，扬州田地仅复耕1半，阳县却謊称全面复耕；其二，当年所交纳的税粮，半数是通过海路从浙江购进；其三，那株祥瑞稻穗儿是15两金子从南阳贝尼商人手里买过来的，而不是从阳县责任田里长出来的；其四，祥瑞稻穗儿到手后，阳县杀人灭口，将那位商人害死，但商人的遗孀侥幸活了下来，手里有阳县的字据。有关阳县人证物证字据，都在这些罪状里。不可能吧？他怎么敢这么做呢？咱知道，你们恨他，你们在和阳县斗法呢。禀上尉，你可以怀疑臣，但是你相信李进吗？李进为扬州进士，对阳县以往稍知一二。这第一份奏状就是李进的，请皇上御览。臣还有一事，要向上尉请罪。说。5天前，当吕敞惨遭弹劾时，臣又认定是阳县暗中作祟，因此，臣未经请旨，就斗胆下令给扬州府，令他们将有关证人带到京城来，以备朝廷审办。他们人呢？宫外西角门等候。把他们招进宫来。臣遵旨。叩见皇上！皇上！咱好像见过你。
皇上出巡揚州時，臣為揚州主簿。那時候，揚州只有18戶人家，21棵樹，活着的樹。鲁明義，你現在還好吧？臣好，臣一切都好。咱問你，這陽憲欺君虐民之罪，可是真的？稟告皇上，都是真的。那顆祥瑞的稻穗，也是他從南陽商人手裡買下來的？15兩黃金買的。之後，楊大人殺人滅口。皇上，皇上。贼呀！奸臣！前刀！贼！皇上！给咱碗水喝吧。裴三，咱真糊涂，咱上当，咱受人骗了。崇爸，你别太难过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啊。咱从来没上过这么大的当。咱一直以为咱能看穿所有的忠奸善惡，这天底下就没人能骗了咱。崇爸，这20幾年，多少梟雄都敗在你的腳下，他們一個個的進了墳墓。可你進了皇宮，當了皇上，你當然是越來越自信了。可咱咋就變成個昏君了呢？讓他們陽憲這小子給騙了。文臣吶，奸猾，這書讀得越多越奸猾。你這話可說過了。咱沒說錯。你瞧啊，那些武將們，哪有這副奸猾的心腸啊？啊？只有文臣才有。陽憲是怎麼蹦出來的？翰林院，還是劉伯溫的高徒呢？還有李善長、胡文庸。他們早就知道陽憲是個巨奸，可他們就是隱忍不言，看着咱丟人現眼呢。這件事兒，你也不能全怪善長他們隱忍不言。他們是怕你，不是怕那姓楊的。若不是你把那陽憲捧若掌上明珠，他們早把他扒拉了。崇爸，要我說，
这件事要怪，只能怪你自己，怪你自己有眼无珠。对，我有眼无珠，我有眼无珠，我有眼无珠啊！干什么呀你？这打几下啊，自己舒服。杨大人，在等什么呢？是不是在等吕敞的耳朵？您说什么？自个儿说的话，怎么说忘就忘了？不是你让他们拿吕敞的耳朵来复命的吗？胡将軍，你抱歉了，耳朵没有，圣旨倒有一道：杨宪欺君害民，捉缉逮捕严办。臣有罪，臣要见皇上，臣要向皇上请罪。他们干什么来着？奸贼垮台以后才上奏弹劾，垮台之前，他们个个谁不放正帖啊？4时寿辰的时候，他们谁没参加？都他妈不是好东西！父皇，儿臣也不喜欢见风使舵的陈宫啊。传旨中书上，凡是在杨宪垮台后上奏弹劾的，全部降一级。戴罪无任，罚俸1年。儿臣领旨。彪儿啊，你还记得在奉天殿上，咱还把杨宪赞作正臣，立为楷模。丢人呐！爹丢了大人了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。父皇，这都是奸臣杨宪的罪过。记着，以后文臣世子可用之而不可亲之，可使之而不可信之。儿臣记住了。今儿咱还悟出个道理来，和文臣世子相比，那些个粗鲁的武士们更简单，更可靠，对咱们也更忠心呢。禀皇上，杨宪全招了。这么快就招了？可不是嘛！末将刚把他押进大牢，还没用刑，他立刻就吓趴下了，眼泪鼻涕一大把，磕头啊如捣蒜，所有罪行他全部招认，只求皇上饶他一条狗命。草包软蛋，窝囊废！宰相的气度都到哪儿去了？咱看上他真是瞎了眼了。传旨，将他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。起来！起来！胡大人，老弟呀，抬起眼来瞧瞧，这里的风光多好啊！艳阳高照，草木葱茏，清风拂面，鸟語花香，美不美啊？美，美，
瞧見那塊地了嗎？你有个伟大贡獻呐，叫做责任田。皇上已经把它推广开了，令每个官员都开垦一块。那块就是我的盼亩。瞧见那5头牛了吗？皇上已经下旨了，又要把你千刀万剐，又要把你五马分尸。哎呀，你说说，这叫臣怎么办才好啊？既然千刀万剐，就不能五马分尸了，因为千刀万剐之后，你都成一片儿一片儿的了，还怎么五马分尸啊？所以呀，我征求一下老弟的意见。你是想千刀万剐呢，还是想五马分尸呢？侯大人，当年你不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吗？跺左脚还是跺右脚？请侯大人宽恕。咱们呐，还是五马分尸吧。啊，一共才5块。我叫人牵了5头牛来，为何呀？老弟的皮厚，只有5头牛才能把你扯开。哎呦，你他妈的别得意！我告诉你，我的今日就是你的明天。说得好，说得我心里痒滋滋的。可惜的是，我能看到你的下场，你却看不到我的将来。童年我们是朋友，一年一岁，手拉着手，曾经有一个小
臣想知道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，说什么，做什么。臣叩谢皇后娘娘。有什么临别赠言？